我相当了解中国生产疫苗整个机器，就是说它没有能力在短期内扩张到几亿人规模的大量生产，这样迅速的扩张一定是有问题的，就是说一定会像大跃进和大炼钢铁一样带来严重的质量问题。这个跟美国人所谓质量问题不是一回事。美国人的质量问题是所谓的，美国人疫苗问题是安全问题是所谓的，它本身的工艺和质量是没问题的，临床上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它要面临着所有未知的风险，就是说，比如说纳米技术或者 mRNA 技术，从整体上讲，对人体个体和人群的健康，在将来按照几十年的时间线来讲，是应该怎样评估？但是你不可能到几十年以后评估好了以后。再决定打，但是从医学狭隘的角度讲，它的安全是没有问题的。而中国从技术上来讲，它不具备相应的工艺。其实中国也有自己 mRNA 开发，到目前还没有任何结果，也有自己纳米技术，但是目前能够使用在安全使用在生物体上的纳米技术也还是没有。但是同时，中国科学家在政治上受制于国家的程度要比其他国家要大得多，所以他们很可能会在政治需要的时候把不成熟的东西或者根本不靠谱的东西推出来，按照政治需要拿出来。中国疫苗在世界上推广，例如在巴基斯坦那些地方已经出现过总理、总统这样的政府要员打了疫苗以后，没过几天就公开报道感染病毒，证明这样的疫苗基本上是没有效果的。所以没有理由在同时已经有美国疫苗情况去引用这种不靠谱的疫苗。这从狭隘的医学角度上，而不是我刚才讲的从长时期的历史演化角度来讲，就是非常明显的选择。因为这疫苗这个东西，它跟有一点点像是军火输出。比如说把大规模的疫苗和大规模的抗生素生产，其实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物。都是准确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跟美国军火工业同时产生出来的军事后勤工业，在以前的战争和历史中是不存在的。这样的供应链根本就是20世纪总体战兴起的一部分。给军队准备的后勤医疗这些东西，跟给军队准备的弹药是同等重要的。疫苗和药品依赖于别人，就像是在曾国藩时代，你的军粮依赖于别人一样，这个仗就没有办法打了。而疫苗的生产和整个这个供应链是复杂的，一旦形成依赖以后，就很难摆脱。不要说别的，虽然二战在距离现在已经是将近已经是70、80年时间段的事情，但实际上，今天整个世界的医药供应体制是直接从美国二战医疗供应体制直接衍生下来的。基本上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医疗供应体制，包括苏联和中国的青霉素生产呢，诸如此类的东西，都是美国二战时期生产体系的扩张。这种生产线一旦形成依赖以后，将来会直接影响国家安全的。所以，疫苗问题和军粮问题一样。基本上都是一个总体战问题，而不是纯粹的技术问题。而中国呢，本身就是二战时期总体战国家体制向欧洲以外输出的一个产物，所以它是一个在和平时期就执行总体战体制的国家，对这一点领会自然是格外深刻。但是正因为如此，像台湾这种处境敏感的国家，特别不能够把自己的涉及国家安全的供应链就交到中国手里面，即使是中国疫苗本身是合格的也不行。但实际上，中国疫苗不大可能是合格的。就是说，中国疫苗能够依靠那些生产技术，基本上就是二战时期美国技术，然后在以后的20年普及到苏联，然后再从苏联普及到中国。这个相对于世界先进水平来讲的话，落后至少60、70年的整个工艺水平。在这个整个工艺水平基础上，有个别科学家东引进一点，西引进一点，形成这个个别点。但是他们就像北洋舰队里面一个会读英文、会讲莎士比亚军官，面对着一个没有总参谋部，也完全没有工业生产能力的整个后勤系统一样，起决定作用的是短板而不是长板，不能改变中国整个医疗水平，实际上是停留在西方国家1970年代以前这个基本状态的基本盘，这样一个基本盘来应付现在的21世纪的疫情，它生产出来的所有产品，按照21世纪的标准来讲，都是既不安全又不合格的。